我病重弥留之际，太子亲自赴天山为我采来雪莲做救命的药引。世人都说太子对我情深意重，只是这情深意重的太子，正与我的长姐在侧殿商议我死后，是在热孝时成亲，还是再过1年避过风头再入主东宫。若是有人得知我用带毒性的灵魂花顶替雪莲充当药体，致使小妹殒命，我还怎么活？如今我又有了你的骨肉，我们这么做对不起南星。别怕，怪只怪选妃宴上他射中了玉面白狐，那本该是你的猎物，他不过是个小偷，偷走了你的太子妃位。再睁眼，我重生回到选妃宴。今日哪位贵女能猎得那只玉面白狐，便是太子妃。我耳边还回响着皇上的旨意，只要一箭过去，以我的准位必能射中，太子妃之位手到擒来。可上一世那钻心刺骨的痛让我咬紧了牙，这一世我绝不会再让自己成为太子妃。我知道长姐就在我身后不远处，上一世我先射中了白狐夺得妃位，才有了后面他与太子下毒害我之事。他和太子恨足了我，说因为我射中白狐，所以让他不能嫁入东宫，于是在我病重时换了我的药引，让我含恨而亡。白狐，让开！我怎么会射偏呢？好剑法！镇国公府家小姐猎得白狐。妹妹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这太子妃是我的了。果然是镇国公府家的小姐，骑射精通，正中要害，连狐皮都未损坏，只射中狐狸的眼睛。南星，来本宫这里，你如今射得白狐，本宫要下旨，昭告天下，封你为太子妃。南星，这功劳南星不敢贪，请皇后娘娘明鉴，这太子妃该是臣女的长姐沈若娇的，臣女不敢贪功。禀皇后娘娘，白狐确实是臣女所猎。沈天星，怎么可能不是你射中的？你的箭术和骑射怎么会失手？沈天星，你在玩什么花招？太子殿下也不信是若娇所猎吗？怎么会？只不过一时惊喜，不敢置信。嫣儿的剑术真是大有长进了。南星，你可是镇国公嫡女，骑射功夫在京中无人可比肩，你怎么会输？这一场选妃宴说是让贵女猎狐，但是很多世家都收到了消息，不过是让我封太子妃的一场大戏。在京中，谁的骑射能赢过我呢？可是这一次我不想赢，请皇后娘娘恕罪。今日臣女的马不知怎么回事，发了脾气，将臣女从马背上甩了下来。臣女的左肩受了伤，使不上力，但是长姐射术精湛，南星输得心服口服。殿下，若娇猎中白狐，你不高兴吗？胡说，姑很高兴。
哼，南星怎么会摔了？嬷嬷，快去看看南星有没有受伤。若是伤了你，你爹娘可要怪本宫没照顾好你了。怎么摔得这么重？南星是镇国公嫡女，骑射之术精湛，今日失手是因为受了伤，这比赛对她不公平，不如等南星伤好了再比试一次如何？殿下，妹妹是镇国公府的嫡女，这太子妃本该是她的，是不是我猎到的白尾有什么要紧？最终太子妃都是南星的吧？太典型了！大家公平竞争，怎么皇后就对我如此偏爱？他们想着输给哪个贵女都心有不甘，不如让沈若娇当太子妃，一个大家都瞧不起的庶女，当上太子妃又能如何？母后，这选妃的规矩是早定好的。满京城谁不知道？如今若娇猎得白狐，这太子妃就是她。皇上金口玉言，岂能更改？儿臣心悦若娇，愿娶她为太子正妃。他处心积虑为太子谋划，想让他娶我为太子妃，从此镇国公府便是他最有力的后盾。可是没想到，居然被沈若娇这个庶女坏了好事。嫡庶之别，说起来容易，可实际上是天差地别。镇国公府为了嫡女会拼尽全力，可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庶女，谁会在意？南星，你与燕儿自幼相识，是青梅竹马。今日受伤没有猎得白狐，本宫知道你心里也不舒服。本宫知晓你与太子的情谊，真是天意弄人。本宫有意封你为太子侧妃，你意下如何？正妃和侧妃有何要紧？不过是做给人看的罢了。只要你嫁入东宫，本宫保证日后坐在太子身边的正宫之位的，一定是你。沈南星，虽然母后允你侧妃之位，在民间说来这是妾室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你可是嫁入皇家，皇家的妾也比普通人家的正妻好上许多。你做的可是我这个东宫太子的妾。殿下别说了，妹妹该生气了。她自幼金尊玉贵的养大，怎么会愿意做妾？要不我还是把正妃之位让给妹妹，名分我都不在乎的。傻瓜，正妃之位是你应得的，你何必要让？姑说过，会让你做东宫最尊贵的女人。封太子妃的旨意很快便会传到镇国公府，姑先带你去看看封妃时的东西，还有太子妃的嫁衣，看你喜欢什么图案可好？请娘娘收回旨意，臣女和长姐同出自镇国公府，沈家的女儿不可能同时嫁入东宫，还请娘娘见谅。选中镇国公府的庶女有何用？让一个庶女做太子妃，简直是笑话。南星，我知道册封你为侧妃，你心中不忿，可是你该知足。若娇为你说尽了好话，说入主东宫后，她可以让你持掌中贵。她性子娇软，不像你这么有决断。
我会让他只有太子妃的位分，而掌权之人是你。你是镇国公公府的嫡女，从小精心培养，东宫交由你打理，我很放心。只是有一事，你若答应了，等你嫁入东宫后，若娇说可以让你生下子嗣。我并未打算嫁入东宫，殿下。好了，我知你生气，但我说了，只要你答应一个条件，太子妃入宫3日后，我便会迎娶你。若娇是庶女，嫁妆不多，怕到时候入主东宫时被人耻笑。你是嫡女，只要把你的嫁妆挂在她的名下，让她风风光光抬进东宫，我便让你顺顺利利的当上太子侧妃。殿下说什么？殿下说什么？让我把嫁妆挂在沈若娇名下，他可真是敢想。姐姐，我虽是庶女，可是也是镇国公府的女儿。我如今要成为太子妃，我只是不想丢国公府的脸罢了。我会让太子詹氏到国公府传姑的口谕，要善待太子妃，好好为她备嫁。沈若娇回到镇国公府时，太子已派了太子府詹事进府传了话。母亲，是太子联系嫣儿出身呆位，才提出要国公府为我好好备嫁，说让妹妹把嫁妆先给我，我抬进东宫也有面子。妹妹是侧妃，嫁妆多少旁人也不会在意，到时候进了东宫，嫁妆是我的还是她的都是一样的。毕竟我虽是庶女，可也是父亲的女儿啊！难道父亲想让天下人耻笑，对嫡女庶女不公吗？罢了，你先下去，安心备嫁。南星，你当真要当太子侧妃？母亲放心，南星不会嫁给太子，连太子妃我都不想当，何况太子侧妃。我拒绝了皇后娘娘，说要封我为侧妃，我怕皇后娘娘是不会死心。镇国公府不能卷入夺嫡之争，若要摘出来，只有将你另许人家，趁宫中圣旨未下，将你嫁了。沈若娇想要嫁入东宫，便由得她去，到时候我们国公府自有说法。太子成亲那日，满城铺满红绸，喜悦喧天。南星，3日后我会求圣旨封你为侧妃，只要你听话，到时候我也会给你一个风光的婚礼。镇国公府这是要打姑的脸吗？姑的太子妃只有48才陪嫁，岂有此理！太子殿下恕罪，沈若娇并非我的亲生女儿，如今出嫁，为她准备48台嫁妆，自认对她不薄。此话一出，满场嘉宾哗然。太子妃沈若娇居然不是镇国公的亲生女儿。沈若娇不知道，她并非父亲的女儿，只不过是同袍夫妻的遗腹子。当年产下她后，她母亲看是女儿，扔下她便跟别人跑了。父亲看她可怜，又是同袍的骨息，将她抱回了镇国公府，对京城的人说是边关时一位姨娘所生。父亲原想着为她备一副嫁妆，为她寻个好人家嫁了，也对得起死去的同胞之意。却没想到她的野心如此之大，要嫁入东宫，卷入这样的宫斗纷争。我说，爹爹，你怎么能说我不是你的女儿？就因为我射中白虎，抢了南星的太子妃之位，所以父亲偏心的连女儿都不认了吗？让大家知道，父亲和母亲不怕别人嘲讽镇国公府带嫡庶不公吗？镇国公夫妇可真狠心啊！虽然沈若娇是姨娘生的，也不必如此薄待。庶女虽然不如嫡女，可是嫁出去做太子妃也是国公府的面子，怎么如此狠心？国公爷这是何意？这是打姑的脸吗？太子误会了，老夫是深感欣慰。
如今将同袍之女养大，也不负同袍之义。在她出嫁之际，我总该让她祭拜她的生父，让她知道她的身世。虽然她父亲是个无名小卒，也是值得尊敬之人，难道不值得她叫一声父亲吗？若太子不信老夫说的话，在场有不少同旁，他们是当年与我一起上过沙场的，可以作证。我们均可作证。只不过当初太子妃还小，不忍她知晓身世，如今长大成人出嫁，也该知晓身世了。哼。如今我将他交到太子手上，从今往后他便是太子的人了。只怕大家会说我们镇国公府是攀龙附凤之流。如今太子妃出嫁，便与我们镇国公府再无半点干系。太子妃，祝你和太子鸾凤和鸣，白头到老。这竟然是冒牌货！纷纷称赞父亲有情有义，为了同朋居然当初抱回一个孤女，还瞒了10几年。他虽宠爱沈若娇，但是前提条件是她是镇国公的女儿身份。原想着沈若娇虽是庶女，但是也是镇国公府的女儿，可是如今却被告知，她娶的不过一个士族之女，而且母亲说得极明白，从此沈若娇和沈家便再无瓜葛了。南星，你也知道此事，你为何不告诉姑？你若告诉姑，何至于闹到这步地步？我知道此事，但是长姐是庶女还是嫡女，是否沈家的亲生女儿，并不耽误太子殿下喜欢她呀。太子喜欢的是仗长姐这个人，又不是她的身世，难道不是吗？国公爷，姑和母后已商议过，姑要娶南星为侧妃，因为我与南星青梅竹马，我到时候会以正妃之礼娶她入东宫，3日后便会有圣旨下到国公府，到时候镇国公也要好好准备才是。你们放心，南星入了东宫，我必不会辜负他，日后坐上东宫主位也未尝不可。太子慎言，南星从未答应过要做你的侧妃。南星，这是圣旨，难不成你要抗旨不成？我已有婚约，一女何能2嫁？太子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你何来的婚约？想以这个为借口不嫁入东宫？南星，你如今也学会撒谎了吗？太子殿下是想抢臣妻吗？若传出去，怕是对太子的贤王之名有碍。他便是刚班师回朝的飘香军定郡顾灵州，在与父亲商议过，我必须在皇后和太子下旨封我为侧妃前定下亲事。父亲连夜去了骠骑将军府，与顾灵州商议了婚事。顾灵州是父亲一手带出来的将军，如今已手握重兵，是皇上跟前的重臣，刚刚班书回朝。父亲与他商议了婚事，没想到今日便来下聘。还望国公爷见谅，我刚去深山猎了一双大雁，一看吉时当至，怕误了下聘的吉时，未来得及叔叔便先赶了过来。太子也知今日是吉日，所以臣今日和南星下聘，交换更迭婚书也是定在今日，真是凑巧得很。你何时认识南星？为何突然求娶？镇国公与你是不是故意商量好的？殿下，谁人不知沈大小姐是京中明珠？我母亲相中这个儿媳妇很久了，好不容易才说服了未来的岳母大人，答应将南星下嫁。太子殿下也知南星好，一家有女百家求，只是你错过了她，总不能不让臣娶吧？我们两家定亲的信物都已换了，亲事也定了，今日不过是走个过场，1个月后便是我与南星的婚期。原来你是为了他而不愿意嫁我。沈天星，你早已与他有了私情，可你明明喜欢的人是我，还是因为你不能做正妃，便与姑疏亲。
太子殿下，臣与沈小姐发乎情，止乎礼，按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何来的私情？难不成她不嫁太子，便要被毁了名声吗？殿下，吉时快到了，要赶紧迎了太子妃回东宫了。再晚，怕是皇上和皇后娘娘便会派人来问了。走，回宫！太子的大婚变成了一个笑话，太子妃寒酸的48台嫁妆就这样抬进了东宫，而太子妃的身世也一下子传遍了京城。我处心积虑为太子筹谋，没想到最后娶一个什么也不是的人。我当初就说庶女不许参选，偏偏太子坚持要让沈若见参选，结果没想到居然让她中选。本来选一个高门贵女为太子妃，太子也多一个助理，如今可好，竹篮打水一场空，白白让沈若娇得了这便宜。本想让沈南星做侧妃之位，没想到镇国公府居然短短时间就为他选好了夫婿，1个月后成亲，这是防着我让他嫁入东宫呢。好一个镇国公府，敢和本宫作对！娘娘，那日群芳宴，太子妃射中了白狐，还有一人也险些射中了，只不过后来让白狐跑了，只猎了一只兔子。可是当时他射白狐时，也有几位贵女看见，便是平西将军家的嫡女顾如生。平西将军也手持兵权，娘娘不如选她为侧妃，岂不好？而东宫的新房里，沈若娇一直未等到太子回房。太子有急事要与谋僚商讨，让太子妃先歇了，不必再等他。太子大婚，太子独守空房，这代表着太子对这门婚事的不满。一夜过后，这流言便像风一般传遍宫中。第二日，太子回房，满脸疲惫，但是看见哭成泪人的沈若娇，仍是软着心肠，温柔小意地哄好了他，告诉他江南有疫病，他作为太子要与幕僚商量对策，才误了洞房。嫣儿，你是我的妻子，当永远站在我身后支持我，这样才是正妃的气度。等到他们进宫给帝后请安，只见皇后宫中有2位贵女正陪着皇后娘娘聊天，一位是平西将军嫡女顾如生，一位是皇后的内侄女文远侯府家的嫡女柳玉儿。太子妃，如今你是东中主位，也该操心一下为太子选侧妃一事。我已吩咐了下去，7日后在宫中举办簪花宴，邀请名门贵女入宫赏玩，此事由你操办。你务必为太子选得他心悦之人，这是你为正妃的责任。到时候你们也一起进宫来玩，御花园的花都开了，正是漂亮的时候。可是臣妾才入东宫1日，按以往的规矩，不是太子妃入东宫3个月内是不许纳妾的吗？太子妃娘娘那是对别的太子妃而言，按各朝的规矩，哪个太子妃不是高门贵女出身，须是嫡女的身份。如今你一个庶女，哦，不对，你一个不知哪里出身的民间女子做了太子妃，难不成还是独宠不成？独宠不成？你难道不知道太子的长子必须出自贵女的肚子？殿下，他们说的可是真的？你的长子一定要由高门嫡女所生。生不生下长子，这个不重要，你只需知道，姑心里是有你的便足矣。况且女人生了孩子，身材变形不漂亮了，你是最要漂亮的。这孩子呀，让别人生，也一样叫你一声母亲啊。太子的言下之意，就是长子必定不会出自他的肚子了。太子成亲不过几日，便要选侧妃的事，一下子在权贵中传开了来。毕竟是太子侧妃，世家中还是很多有女儿的蠢蠢欲动。簪花宴上，皇后便请了所有命妇和贵女。我随着母亲入了宫。
妹妹是镇国公嫡女，那又如何？见了我一样要跪拜。沈家用嫁妆羞辱，可我如今是太子妃，你只能跪服我的脚下。妹妹向来眼光好，不如由你帮我去花园摘找几点花来簪花吧。是，太子太娘娘。小姐们在此多闷，花园里花开的正艳，大家都去花园摘些喜欢的回来簪花吧。摘的最漂亮的，本宫有赏。听说太子殿下说了，东宫的长子必须是高门嫡女所生，太子妃真是白有这个虚名。你知道什么？只要做了侧妃，生下嫡长子，什么正妃做不得？就是，到时候最后登上后位的还不知道是谁呢。殿下，你别这样看着他们对嫣儿吗？你说过你心中只喜欢嫣儿一人，不管我是什么身份，你都只爱我呀。可是如今，我不过才嫁进东宫几日，什么都变了。难道出身便如此重要，冲过殿下对嫣儿的疼爱了吗？若娇，我说过，你不管是什么位分，你在我心中是旁人比不得的。有没有孩子都不重要。我是东宫储君，有些事情我也是身不由己，你一定会体谅的，是不是？等我大权在握，嫣儿，你一定是我的皇后，旁人取代不得。上一世，太子娶了我，得到父亲的支持，却背地里与沈若娇勾搭成奸。在父亲扶他坐稳太子之位后，便为了沈若娇将我毒杀。这一次，给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人，那又如何？如今他却发现权势比沈若娇更重要，娶一个什么也不是的沈若娇，我看看他这一世要如何坐稳太子之位。亲贵娶亲，看的是家世背景，真心一文不值。一下子，东宫的后宅堆满了人。簪花宴结束后，太子却将我堵在了花园的湖边。南星，你也来了，你是不是后悔了？说你回心转意，我让母后封你为侧妃，可好？殿下，我只是陪母亲进宫，簪花宴我只是凑个热闹而已，还要恭喜殿下抱得美人归。我不明白，明明我们的婚事可以水到渠成，为何你会成了别人的妻子？难道你和那些爱慕权势的女人一般俗气？因为名分，所以你生气，宁可嫁给别人，也不愿为妾。太子选妃，选中了便是天意。可是殿下，那白狐真的是沈若娇猎得的吗？我那位曾经的长姐，什么时候剑术这么好了？殿下也不怀疑吗？殿下可真是为爱盲了眼睛。听说因为太子娶侧妃和纳侍妾，东宫1个月内天天热闹非凡。沈若娇哭闹了几场也没用，太子只说太子妃要大度。然而他派出的暗卫却为他打探到了消息，捉到了一个围场的侍卫。100两银子就敢让你做出这等株连天家族的错事，还不说实话？小的招了，在群发宴上，是沈若娇给了小的100两银子，让小的跟着入林，在看见白狐时，拿他的剑为他射杀白狐。那支刻着沈字的剑，便是小的为沈若娇射的。小的原在镇国公府做过侍卫，因为喝酒误了差事被赶了出来，在府里便与小姐认识。小的爱慕小姐许久，他说只要我为他做成此事，日相见。就是欺君！殿下，殿下，不是这样的，臣妾没有骗你，是这侍卫胡说八道，我与他毫无干系。
姑什么还没说，你别说与他无关，你怎么知我要问你与他的干系？沈若娇，没想到那本该是南星列中的白狐，却被你用诡计抢了先。是你害我不能封南星为太子正妃，是你害得我如此被动，在朝中没有镇国公的扶持。你这孽障，害得我满盘皆输。殿下，我只是想与殿下长相思路啊！你不是说过，你心中太子妃的人选从来都是我吗？你可知晓眼下我在朝堂步步为艰，落到这般境地，全是受你罗累。原先我还以为你心性纯粹，身世可怜，不曾想你一直在刻意算计，攀附于我。就连遴选太子妃一事，你也处处耍弄心机。来人，将太子妃拖下去，禁足内院，不得出来。殿下，你饶我呀！这一世，他因为失去了父亲的支持，还有我嫁给了骠骑将军，在武将中，他仅有一个平西将军的扶持，而平西将军手持的兵权比起父亲和顾灵州不值一匹。1个月后，我与顾灵州大婚，贞洁过宫嫁女妾，朝中的权贵几乎都来恭贺，连皇上都赏了些赏赐，以示恩宠。第2日，我封为2品诰命的旨意便下到了骠骑将军府。我与顾灵州成亲后，父亲与顾灵州在朝中与太子向来不对付，不说为难，要支持那是绝不可能的，以至于太子面对几位成年皇子各有各阵营的支持，心慌意乱，只怕被人夺了权位，想尽办法在朝中拉拢权臣，引来皇上的不满。而东宫里，太子妃被禁足，几位侧妃和侍妾在后院争宠，争谁能生下子嗣，谁就有可能取代正妃之位。柳玉儿仗着自己是皇后的内侄女，太子妃禁足，她代为持场中服，把自己摆在太子妃的位置。她暗中在汤药里掺上药粉，暗中影响几位侍妾与顾侧妃的身体。柳玉儿身边嬷嬷用药分寸失当，怀有身孕的顾侧妃服用后身体骤然不适，胎相不稳。待到太医匆匆赶来诊治，已然无力回天，腹中子嗣不幸陨落。你让我没了孩子，那你也休想如愿。筹谋半生南星的后位与子嗣奢望尽数落空，过往算计终是反噬自身。柳家闹着要顾家偿命，顾家闹着要太子休妻，顾如是不做这太子侧妃，说太子宠爱表妹，导致他谋害皇嗣，胡作非为，东宫乱成了一团。东宫的事都被两家闹到了陛下跟前，太子被皇上斥责，说他连内宅之事都处理不好，日后如何治理天下？根据前世的记忆，我告诉了顾灵州太子在江南赈灾时贪墨，父亲和顾灵州收集了太子在江南赈灾时贪墨的证据，还有柳家人一起圈地逼害良民的罪证。很快，真相浮出水面，民情激愤，皇上下旨褫夺太子封号，贬为庶人，流放永州，无诏永世不得回京。而东吴女眷全部随他流放。废太子流放出京那一日，正是我进宫受封那日。因为顾灵州战功赫赫，父亲劝他要收敛，以免功高盖主引来猜疑。他顺势向皇上求给我一个一品诰命，将他的功劳放我身上，册封为一品诰命夫人。皇上乐见其成，封一个妇人比册封他更容易。今日进宫受封，却看到带着枷锁和一群女眷狼狈不堪被押出来的太子。太子看着驶进宫中的马车，刺得他双目剧痛，脸上满是悔恨，划过肮脏的脸颊，但是再一切都太迟了。自此，从此人生不复相见。